超能观察师的第3期，3个学员手对着手来去过宫，他看到了艾沃斯的这个背后的狐狸，菲菲也出现了相应的状态。艾弗斯身上那个呢，它3条尾巴无腰，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好处。你们怎么看待各自战队里面的成员？黑马就是大家都没想到的，小文、艾沃斯，我的初心只是打算把它拉回来，但是没有想到起了个空王挂，当然是找不到嘛，我玩不下去了就不要玩了。分金差一线，生死来相见。请问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坑王肯定是死人的，小坑王也是会出问题的。進入咗九子離火，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財運、姻緣、家庭以及健康。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鑑於此咧，我決定退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通過易經、八字、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Hello， 大家好，我是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欢迎来到超能观察师的第3期。那么我们超能力学院啊，已经播出过半了。那么在很多战队之间呢，越来越比拼的刺激了，观众都在说，哎呀，怎么每一集才这么短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请来我们的风水师兄，还有道元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节目里更多的幕后花絮。而且2位老师呢，还能够教大家一些实用的小技巧。那么开场之前啊，我想问问道元老师，第一次上这个电视节目，直接担任导师，会不会有些紧张呢？上电视是紧张的，但是当导师的话就不太紧张。做过很多次了，因为太多的弟子了，太多的弟子，国内外弟子都那么多，所以当导师对我来讲没问题。OK， 但是上电视是第一次，有点紧张。好，感谢老师把第一次献给我们的超能力学院哈。然后我想问一下2位老师呢，你们怎么看待各自战队里面的成员？有没有谁一开始啊，你们就觉得他很有天赋，或者有谁给了你们有一些意外？风水师兄先讲好不好？那当然，我觉得我的那个队伍里面呢，大家看到发挥的比较好或者比较稳定的就是菲菲嘛，毕竟她的年龄啊，还有她的一些经验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发挥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她的一个亮点在里面。那当然了，黑马就是大家都没想到的，小文不是艾沃斯。就没想到他有这么多的镜头。刚开始呢，我们觉得他是个小孩子，然后他的那个功夫呢欠缺了一些，但他很有诚意，也看到他练这个黑法呢有点走偏。我的初心只是打算把他拉回来，只仅此而已了。但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的时候开始了啊，我知道，然后有小文能通灵，有菲菲这么稳定的选手，宇宙信息，那打算就好好的去培养了。那个艾弗斯我就把他带回正途就好了。那道元老师的力组呢？您觉得3位学员有没有突然给你一些眼前一亮的时候？我觉得我对 MX 我就觉得我挺欣赏和看好的，是因为就是他在很多的环节里面他是比较稳啊，也比较成熟，也比较担当，或者比较谦让，就是一直没让他上场，他也是没关系啦，平常心啦，我来参加节目已经很成功啦，来学的东西已经很好了，还是蛮欣慰的。对，就是没有看走眼。那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看到一个镜头啊，就是您在跟他背后过弓的时候，他这种是为什么会这样？是正常的反应？没有，其实实际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遇到了外部的这个，比如说能量的这种刺激，有一股夹着他的能量进去的时候，他身体的机能会做一些这样子的这种同频共振，我认为是正常的啦。他会比较明显一点，其实3个人都有，安九丽呢，包括慧都有，就他们就是在喝那一杯符水的时候，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动，感觉我跟祖师现在已经有链接了，因为他原来
就是只是一种很模糊的啊，不知道师承在哪里。他那一刻他感受到师承，所以感受到那种力量和靠山吧。所以他身体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哎，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方说 MX 它可能这种反应比较大，是和你连接的比较好一些，因为我觉得是相互的嘛。您对于他的这个专业是认可，那他对于您的这个接收应该也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那当然了，如果认同的越高，是吧？认同度越高，然后呢，他的契合度就越高，那他身体呢就会反应就越大嘛。OK， 那师兄呢，就是你应该看到这个道元老师在教大家小六壬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节目啊，你也有教过这个小六壬。那为什么到最后慧他视而不见了？就是他在用这一个小六壬的术数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地方好像没有把握的比较好？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道元老师是教小六壬，对啊，我觉得他是什么呢？一个是最方便，然后学习的时间可以比较的短，然后不需要任何的工具，上手就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小六壬的话，对于所有的初学者或者所有的一些对于玄学有兴趣的人呢，刚入门教他这个是没有错的。但这个你不要看说就是6个格子，但里面其实很多的信息，它叫做万物的内象。你说会不会？他原先是玩这个西方的，他玩通灵的，他一下子去算这个术数，让他记这么多东西，背这么多东西，他不可能，你就教了他几个小时吧，马上能完全读出来，不可能的。但是他加上他自己的这个通灵感，他已经很接近答案了，对，我觉得很不错了。但是我从一个观众视角上面来看呢，我觉得他其实掌握了方法，他学习的也很快，但是他没有完全信你。他没有完全信的时候呢，他就会差一点点，视而不见。没有啊，这个因为我当时我在起卦嘛，对，是他的卦象，对，他起到了空亡，所以他离这个真相，然后就是那个卦象的解析就是视而不见，所以他起的卦是对的。对，我说卦象是对的嘛，结果是。也是对的，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空亡嘛，起了个空亡卦，当然是找不到嘛。所以它跟信不信我没关系了。对，因为这不是我去主导的啦。是他当时那一刻的天人感应。如果他经验丰富的话，取出空亡，他就知道我玩不下去了，就不要玩了。这一关我是找不到答案的。对，对吧？反正我已经空亡了。对，我肯定是找不到答案的。那么如果他再学的再深一点点，他就会找得到。那空亡旁边是什么卦呢？是小吉和大安，对不对？所以他会退一点，或者是前进一点点，所以他就会调整，那他就会一定找得到。没错，所以我觉得道元老师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的非常好，因为可能慧也刚开始学这一个，对于他的理解不深，但是他用的方法和老师教的这个理论各方面的一些实践都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就是经验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呢，各位观众对于小六壬感兴趣呢，也可以跟着2位老师大家教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好像我们现在要出课程了哦。对，没错，大家都在出课程，关注一下。先预告一下。好，那我们还有一位这个能组的这个导师嘛，就法明老师嘛，OK， 他也教了大家这个采取天地灵气的一个方法呼吸法。那2位老师怎么看待他的这个方法？其实，他那个呼吸法呢，是道门里面的一个命功。命功的话，就是需要不断的去修炼，提升自己的体感还有气感的。那我们也有一个叫做采日光气的一个法。对，就是感受那个日光。对，那个是一个性功。性功，竖心旁的。其实2个有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是马上就拿来用，是日光气呢，在道门里面叫先天一气嘛。对，先天一气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离卦，他把他身上的一些就是浊气先排空，排掉，然后呢，让这个身体迅速的进入这个纯阳的状态，然后他把这个元神归位，那么当他灵光一现的时候，
他们能抓住那个灵光一现，就可以 get 到里面的信息。好像菲菲他一下子就可以猜到牌是多少。那个真的是惊到我了，我也惊到了。就是他连数字、颜色，包括甚至于好像那个花色啊，他都能够大概的一个判断。9號，紅色嘅9號。哇！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掌握和吸收的那么好？他本来就是，经常去链接，就是宇宙的能量，他就是很能抓住这个灵光一现。当然了，那个时候呢，后来大家都有在玩，玩了几轮之后呢，那个艾弗斯最准，艾弗斯也出来了，艾弗斯也可以达到。好，那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道元老师，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法明老师的这种运气的这种功法的？搓这个我们叫开个玩笑叫螺旋丸啊，那这个方法您是怎么样去看待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虚竹是没有一点一天内功的，直接过，突然给他100年的功力，他马上成为绝顶高手，是，这就叫够功了，没错，那乔峰是内力很大，内力很强，他就是要通过一个方法，从小开始练，练几十年以后，达到那个成就，所以他的方法可能是让他循序渐进，对。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以师傅的功力直接给到他，打动他身体的某一个关口，让他在节目之中就有了这个力量。对，那比方说像节目当中我们只有3位选手啊，那假如说你在这个线上或者线下，我收了3000个，是吧？很多的选手的话，或者说很多的学员，我们收了3000个学员，那您怎么样用这种相应的方式来教他们呢？能不能够大规模的去集体过功？对，集体的去给他们能量。可能大家都会有疑问嘛，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找你学习，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学员都想要得到你的这个功力，怎么办？这个真的还有蛮难到我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古圣先贤，你看他们的真正的真传弟子很少的，对，天底下所有修行的人都是道家，学佛的人都是佛家，那好了，他真正能够给几个人过功呢？佛法无边，也没有办法给几个人去过功，是不是？其实过功需要很大的这种机缘，就是对，师父会把毕生的精力，然后在那一刻给到你，就像传衣钵，能传衣钵是能传几个呢？但是他传他的思想，传方法，传修炼的法门，可以是什么？可以是无限的，称之为法布施。所以法布施可以无限，但是真正的要过功，真正要传承，人一生也就那么几个人。所以这就是在节目组你可以看得到，这次的超能力学院，他们3个能够做到过功，那真的是他们的机缘，而是超能力学院给他们的福报。所以他们一定要很感谢、很感恩超能力学院。所以我也代表超能力学院感谢道元老师的这么无私的奉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过功的机会很难得嘛，所以后续可能跟着道元老师去学习的朋友呢，我们更多的是先学这个法门，或者说先学文化课吧，然后后面有机缘的时候再来找道元老师传法啊或者过功啊，那这样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参加超能力学院就行了。没错。对，这里打个广告，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我们第2季超能力学院的这样的一个海选。OK， 那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实战的时候我们出现的一些问题哈。我也想问一下风穗师兄，就是菲菲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经过了你的这个感应天地之间能量的一个法门啦，他老是在耳边听到一个数字2，对，一直在他耳边这回响，为什么他变成耳朵通灵了呢？因为呢，我们说人呢有多感的通啊，眼通啦、耳通啦、鼻通啦，对啊，舌通啦或者体感的通，各种的他心通都会有。那他本来自己的链接能量就很强，对，不仅仅通过自己的神灵，那么在整个调整的过程里面呢，他的耳朵出现了一个叫做耳通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这正常。但是呢，很多人不敢去相信这个耳通，为什么千里之外或者外面有一些信息呢？那时候我们也在沟通过，我说你相信回你一时拿到的这个信息就对了，但第一直觉，
但这个不是第一主角啊，是他在耳筒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声音，让他很舒服，很清脆，很爽。这种呢就是耳筒的打开，因为别人说我也经常听到的东西，但是我听到的东西我觉得很恐怖，那些不是耳筒，那些叫做临界的干扰。哦，那些是杂音。它其实有3个哈，有3个。耳筒第一个呢，就好像佩佩这样子，有个信息过来，人很清爽，觉得这个就是上天给他的一个信息，旨意。对，这个是对的，就叫耳筒。第二个呢，就是忽然间觉得有很多的杂音，然后觉得让到我的这个情绪就是很不舒服，很压抑，这种呢就是有一些干扰。理想续通的时候还没到达那个能量，这个就是中间位置瓶颈位啊，还没有突破到那个境界。对，那个是需要老师来带，然后需要修炼的。第3种呢就是外界的干扰，就是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是要倩女幽魂这样子，就是你听完之后觉得整身起鸡皮疙瘩。那是不是那个地方不干净？可能你的人也是不干净的哦，就是有浊气，有浊气。好，那感谢师兄的这个解答，就是耳功我们也有很有趣了。那有相应的反应的时候，可能是大家的状态和阶段不一样。那这里呢，我还想问一下道元老师，就在慧他在比赛前呢，其实都已经感应到画框的位置了，那最后却因为走过了而失败。那慧这次的失败，您怎么看？当时就是主持人然后问我嘛，他说老师，我想考核你，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后来我就起一卦，所以起卦的那个卦里呢，我记得很清楚，我起了一个奇门卦。奇门卦呢，一个宫位里面有丁火的信息，所以我判断是红色的很小的点，然后逢开门，逢天星星，所以我就说，只要找到那个红点往前走，就可以看到那个画框了。最后呢，我们去复盘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红点，那个红点是在消防的那个，它是开始的方向是对的。所以慧在那一关他没有找到，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当时我去安慰他的时候，抱着就哭，因为他开始他觉得他一定可以找到的，对，信心满满，因为他开始指引的那个方向是对的，所以我们当时认为他都可以找得到。最后卦象显示还是那样子，所以他有一次视而不见，又有一次走过了，对，这就是他参加这个节目的意义了。其实也是在节目当中锻炼自己的心态，然后去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这个收获。那所以说，慧啦，包括展斌啦，他们都在寻找那个相片画框的那一集呢，产生的一些失误。那2位导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其实，我觉得去到这种比赛里面，你的心态一定是当做去玩的。好像展斌他很年轻嘛，对，你看他讲话都是像小朋友，很可爱，很可爱，很紧张。那么在这样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看回之前的那一集，他说，我觉得我没为我们的队拿到这个名额，我觉得很难受，很难受，很难过，睡不着。原谅我。其实就是这种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失败，然后没有办法去在这个大型的活动里面呢去调整好自己怎么去面对的心态。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上天是让你赢的话，它自然就会有指引给你，你就把这个东西自己如何的风采发挥出来就 OK 了。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慧的话，我个人认为呢，有时候呢你有实力，但不能过高的自信。是吧？对吧？道家就是嘛，反者导致动了嘛，有时候就。其实慧的能力是肯定有的啦，毕竟也是同龄之王第1季的亚军。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他应该更强，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更强就会产生的一种我不能败的心理。对，所以他压力很大。我已经很强了，我是在这一个节目里面，我是亚军，没错。那么我通过几年的沉淀，再来一次的话，我应该是冠军。所以可能当时的心态就是胜负欲太强，可能影响到他正常的发挥。是的，所以他后来也很后悔。对，所以他觉得浪费了一次机会，他觉得应该是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的，帮我们拿到一个名额的。他认为那个是探囊
取物一样的简单。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老天会教育每一个无心生大用嘛。所以这种无心生大用，不要太执着，才是一种最平衡的状态。对的，好的心态。是的。好，那紧接着这个道云老师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我们播到第8期了，我们有这个风水的一个这个主题的环节了。那道云老师提到了风水师呢，除了技术之外，还必须修持慈悲心、德行，否则其实它的效果是不灵的。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但是个人心得了，还有就是有祖祖辈辈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了。德称之为功德，然后我们做风水的，那么特别是我们家里面是吧，有家学、有道统、有法脉，这几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一定要有功德嘛。有功德人可以言出法随，因为你做风水，风水是什么呢？举例，你调整好东西需要正能量，对吧？对。催旺这个财运需不需要一个好的能量？催旺一个人的官运需不需要一个好的能量？它都需要一个好的婚姻，需不需要好的能量？正向的，对，能量交换嘛。对，所以如果你的能量很强的话，其实实际上你可以言出法随。你去到那个地方说，我踏过的这个地方财运就会好，它真的有可能啊。这就类似于我们要修慈悲心，我们要有道德。我们要有很强的这种功德，我们帮助了很多人，然后这种就会好的就会回向到我们。那回向到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更大的修为去做更好的事情。所以做一个很好的术数大师的话，他一定要具备这个能力，就是修炼到最高级的时候，他一定会言出法随。就很高的德行。对，达到了言出法随的这个状态。对，那道云老师，我想紧接着问您，在风水当中，你有讲到一句话叫“分金差一线，生死来相见”，请问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大家看到我在那个现场教学的时候，我们也有红绳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念了口诀，下罗盘的口诀。分金是什么来的呢？我们有分金，是不是？罗盘有分金，罗盘上面有那个刻度，有分金。所以分金的话，然后因为罗盘里面它会有分为天盘、地盘、人盘。那这个天盘、地盘、人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分金，你是分天盘、分地盘还是分人盘呢？很多人不了解。里面很大的天盘是干什么的，地盘是干什么，人盘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说，比如说什么样的盘是地相，什么样的盘是消杀，什么样的盘是纳水，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奇线或者是尖相。那么奇线和尖相，它就会产生空亡。为什么说分金差一线，生死来相见呢？空亡又分为大空亡、小空亡。那么大空亡肯定是死人了，小空亡那也是会出问题的。那么出车祸了，或者是疾病了。大小空亡以后还有什么五行空亡？火空亡、木空亡、水空亡、土空亡，是吧？金木水火土它都有空亡。如果罗盘一下，这个在火空亡上面直接可以批有火方面的问题，肿瘤啦、心脏病啦，会起火啦。所以这就是分金差一线，生死来相见。好，那刚才听了道元老师分享了这么多罗盘的这个小技巧和里面的深奥的一些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决定专门做一期有关于罗盘风水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风水师兄这边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过宫的这个环节当中，您是将3个学员手对着手嘛来去过宫的，然后发现小文说，他看到了艾沃斯的这个背后的狐狸，然后菲菲也出现了相应的状态，能不能够跟大家再补充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大家都很好奇。首先大家看到这个过宫呢，就以为是武侠小说里面的玉女心经是吧？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玩的。这个做法，有些人问为什么不要一个人来，可以单独跟菲菲来，单独跟小文来。为什么要一起？对，为什么要一起？因为这个叫做集体能量场的场域提升。所以我们很喜欢就是集体一起来做这种游戏。你有你的技能。道元老师有道元老师，我有我的专业，我们3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那个气场是一起来叠加，来提升的。本来我们的原意是这样子啊，就是集体的这个
能量更大，会让它不仅仅是1倍的加持，是4倍的加持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艾弗斯呢，他本身他自己有一个黑法守护神，他黑法守护神呢，他给我看过啊，也是挺漂亮的一个狐妖，狐狸有3种状态 ，OK， 一个是叫做狐妖的状态，一个是灵狐的状态，一个是狐仙的状态。对，灵狐就是已经在东北可以出马那一群了哈。那个狐仙就是能得到，你知道的。艾弗斯那身上那个呢，它3条尾巴是最早期的狐妖的状态。狐妖是贪生吃嘛，那3条。无敌多的贪生吃在这里嘛，他就发挥了他的所谓的吸引力，然后呢，我们就还好，因为菲菲是鲲，对，鲲就是属阴，那么狐狸也是属阴的，那么在他那里去吸收的能量是最多的，那么我跟小文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传输器，那么菲菲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她的气不够了，我们就马上喊停了。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好处，这个小狐狸，把那个菲菲的预诊关给打开了。就是把它打通了它的这个关窍，窍。它的地魂里面的有一些东西，它是尽量通天嘛，它没有打开，那个小狐狸把它给打开了。对啊，因祸得福，所以他后来的那些灵感力很强。我每一次觉得他要输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灵狐给到他的这个能力，他出来了。好，所以我也希望菲菲也好，还是其他的选手也好，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了，是吧？那今天呢，我们聊的也是很开心，两位老师也揭露了很多节目当中并没有播出的细节了。那么节目呢还在持续的播出当中。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登场，我们的超能观察室也会继续追踪，下一期依然是丰穗老师和道元老师来给大家做解答。那么如果你们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那么也预告一下，道元老师也会在7月17号晚上8点钟直播，会分享他第一次上节目的幕后的花絮和故事，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道元老師的直播間一起來收看啦。好，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我們下期超能觀察室再見，拜拜。你想唔想喚醒你內在無限嘅能力與智慧，令你可以攞到宇宙最強嘅能量，清晰高維靈魂嘅信息，令你想了解嘅一切都嚟得如此輕鬆喜悅，而且仲可以擁有逍遙自在嘅人生。而家超能力學院第2季正式開始招募啦！如果你準備好踏出第一步，我會喺呢度等你一齊嚟修行、成長、突破。